这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为了追求刺激，竟然每年都会互换一次身份，就连每天待在一起的老公都从未察觉。但这一天即将到了交换身份之日，妹妹却突然在乡下失踪。姐姐当晚就乘坐飞机来到小镇，明明妹妹昨天还给自己发来驯服新马的视频，今天怎么就失踪不见了？可妹夫却一脸疑惑地回答，驯服新马早就是1个月之前的事了。警长告诉他，从现场痕迹分析，当时有人想要偷走农场的马，妹妹追了出去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而地上唯一能找到的是一双47码的脚印。一连串诡异的事让姐姐摸不着头脑，而当她晚上走进妹妹房间，却看见自己最爱的娃娃被摘掉了头和手臂，问遍家里的所有人都说不是他们干的，姐姐只好不安的独自去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搜救行动开始前，妹妹骑走的马突然跑回了人群中，而她的脖子上竟然有一滩人血。警长立马带领众人前往树林搜救，但在这里他们只发现了另一匹死马，马的头部被子弹击中，而且脖子上用于识别主人的芯片被割掉了，这样一来就没法分辨它的主人是谁。姐姐认为妹妹一定是被谁绑架了。搜救了一整天，姐姐回到家就累得立马睡着。她梦见了自己小时候，妈妈为了分辨2个女儿，便给她们戴上了不同的手链。突然间，姐姐猛地惊醒，她立马起身去翻首饰盒，果然在里面找到了布娃娃的手臂，而手臂上绑着的正是妹妹的手链。首饰盒里还有一张他们的合照，姐姐立刻意识到妹妹可能就在照片背后的瀑布里，她即刻启程到达了瀑布。但在这里，她看见了属于妹妹的那只布娃娃。再往前走，她看到了妹妹的衣物，太好了，终于找到她了。而随着手电筒上移，衣服的顶部竟然放着自己那个布娃娃的头。姐姐吓了一大跳，冷静下来之后，她翻开地上的本子，上面是妹妹写给她的留言。妹妹说祝她生日快乐，姐妹的2种人生都已经被她体验过了，是时候做出抉择了。姐姐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她穿上妹妹的衣服和首饰，走到森林里便捡起一个石头，重重地砸向了自己的脑袋，制造出和双胞胎妹妹一样的伤口后，她穿着妹妹的衣服就回到了小镇，因为她决定扮演和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妹妹，来找出她失踪背后的真相。她熟练地用妹妹的口吻和大家谈论起自己失踪的事。她说自己是被盗马贼击倒，晕在了树林里，等她醒来时，自己的马已经不知所踪，所以她只好步行回家。而那群盗马贼戴着滑雪面具，根本分不清他们到底是谁。警长做完笔录准备离开，可此时他就突然回头问 Fell on which side now? 姐姐思考片刻，说是右侧，但警长却说跑回来的马是左侧沾了血迹，看来面前的这个女人方向感不是很好嘛。说完，他便笑着离开了这里。虽然引起了警长的怀疑，但姐姐现在可管不了这么多。她用妹妹的身份证重新补办了妹妹的电话卡，打开妹妹的备用手机，才发现她之前正在调查一起教堂失火案，而这个案子可是和她们姐妹息息相关的。突然电话响起，姐姐战战巍巍的接起来之后，发现是一个男人打来的，对方说要30克的违禁药品，并说在老地方交给他。可姐姐哪里知道所谓的老地方是哪里，机智的她谎称老地方已经暴露，并给了男人一个新的地点和他碰面。挂断电话，姐姐在马厩里找到了藏在这里的违禁品，没想到妹妹竟然背着自己做这种生意。来到目的地，她碰到了这对小情侣买家，从他们口中，姐姐拿到了接头人的号码。联系上之后，接头人却表现出非常关心的语气。碰面之后，姐姐才发现这个男人竟然正是妹妹之前的混混前男友。原来妹妹背着自己还一直和他有联系。就这样，姐姐坐上了杰克的车，但聊天中杰克突然说 She's still pretending to be Gina? 姐姐吓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妹妹连他们互换身份的秘密都告诉了这个差点毁掉他们人生的家伙。姐姐赶紧找借口说回家有点事情要处理，但杰克并没有听她的，而是直接将她带回了小木屋。原来妹妹之前答应好和这个男人私奔，姐姐赶紧谎称说现在筹备的钱还不够，还想再等一段时间。可没想到男人直接靠了上来，对着她就仔细观察了起来，下一秒一把刀就架在了她的脖子上。因为杰克认出面前这个人不是妹妹，而是双胞胎姐姐。姐姐只好摊牌，她说这样做只是为了找到失踪的妹妹，而杰克的反应只能说明他也找不到人。看来杰克和妹妹的失踪没什么关系，于是两人决定用各自的方法继续找人。但临走前，姐姐偷偷拿走了妹妹留在这里的护照，还有一笔现金。而当姐姐回到家，却突然收到了妹妹发来的图片，图片显示的正是当年的火灾案。随后妹妹还附上留言，说知道了姐姐一直在骗自己，而现在只想请求她能放自己走。姐姐意识到自己的秘密可能被她发现了，于是她准备扮演妹妹去找副警长了解一下妹妹之前都知道了一些什么。可老爸却突然将她喊住，他说今天晚上的生日宴要让她们姐妹俩一起出席。由于之前互换身份的关系，姐妹俩从来都没有同时回到过小镇上，而这一次难得姐妹俩都在，全镇的人都将来为她们庆生。可老爸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姐妹都是姐姐一个人办的，姐姐只好先答应下来，之后再想对策。出门之后，她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是银行打来的。原来妹妹今天下午2点半预约了要取6万元的现金，现在现金已
已经到了，银行问她能不能准时来。姐姐内心激动不已，也就是说只要在2点半之前赶到银行，就能找到前来取钱的妹妹本人了。不过高智商的她还玩了一个阴招，她假装说自己临时有事，要把那笔现金先锁定。银行经理同意后，姐姐便来到银行门口蹲点。果然到了2点半，她看见了前来取钱但失败的妹妹，她不顾一切的冲上前，可妹妹已经坐上杰克的车走了。姐姐丝毫不慌，她来到银行将6万块变成了本票，然后将它拿走。现在妹妹的钱和护照都到了她手上，在没说清楚之前，妹妹是没办法和杰克私奔了。杰克来找她要钱，但姐姐坚决不给，她说除非让妹妹亲自来见她。杰克只好说那就等着瞧吧，今天晚上的生日宴妹妹会来的。等到了生日宴上，姐姐果然看到了她的身影，而此刻的妹妹竟然反过来扮成了姐姐，正站在自己的老公旁边。姐姐赶紧将她拉到路边，问她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妹妹却说自己发现了姐姐的秘密，现在的她只想放下这里的一切，和前男友私奔。由于护照和钱都在姐姐这里，妹妹只好威胁说不把东西还给她，就将他们每年都交换身份的事情说出去，大不了2个人都颜面扫地。姐姐只好心痛地告诉她，老爸得了癌症，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了，难道她就舍得这样抛弃家人吗？妹妹听完后沉默不语。他们回到聚会上拍下了一张合照，看似和谐的照片，实则姐妹俩各怀鬼胎。第2天，姐姐以为妹妹终于肯留下陪父亲了，可小镇里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的人正是妹妹的前男友杰克。他在车里被烧成了炭，可警方经过尸检，发现杰克在被烧之前腹部就有刀伤，也就是说他是先被杀，然后才在车里被烧焦。警长首先就盘问了妹夫，因为他的头上出现了一道伤疤，明明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还好好的，很明显他和别人发生过争执。妹夫只好解释，这是自己今天早上修马蹄的时候不小心弄伤的。于是警长在他家采集证据之后便离开了这里。姐姐再也忍受不了，她让妹夫必须告诉她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眼看着瞒不住，妹夫只好交代了事情的真相。原来1个月前新来的马是盗马贼从隔壁镇上偷的，而他们和盗马贼合作，便低价收下了这匹马。妹妹失踪那天，那匹马也不见了。妹夫知道这一定是妹妹想要和杰克私奔，所以偷走了这匹价值7万美金的马。可最后这匹马却死在了树林里，盗马贼便找到妹夫，要求他赔偿7万元，不然就让他们马场名声扫地。他怀疑杰克的死和那群盗马贼有关，而妹妹现在一定也处于危险当中。姐姐暂且信了他的话，但他找遍各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妹妹的踪影。而当他再次返回家里，警方竟然把妹夫当作嫌疑人抓了起来。原来妹夫的汽车轮胎印出现在了杰克家附近，这正是刚才警长采集的证据。正当姐姐不知所措之际，妹妹给她打来了电话，她说杀害杰克的正是那群盗马贼，他们要她拿出7万元，不然将会追杀他们到天涯海角。姐姐说自己手上有那张6万元的本票，即使冒着生命危险，她也愿意帮妹妹把这笔钱交给盗马贼。于是和盗马贼碰面后，姐姐交出了这6万元，并说剩余的钱很快就能给他们补齐。不过盗马贼却非常的绅士，很轻松的就将姐姐放走了。经历了这一切，姐姐认为事情终于告了一段落，可突然警察追了上来，将姐姐抓回了警局。原来警长在姐姐的车上搜到了那把杀害杰克的匕首，不仅如此，他们还有姐姐贿赂证人的照片和她贿赂所用的6万元本票。看着隔壁房间的妹妹，姐姐这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妹妹联合盗马贼给她设下的局。姐姐一脸错愕地看着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而只有妹妹的心里知道她做这一切的真正原因。那时候她们还是形影不离的姐妹，甚至双胞胎为了保持相同的容貌，在妹妹脸部受伤后，姐姐也用小刀割出了同样长度的伤口，就连妈妈都时常分不清她们，所以只能给她们戴上不同的手链来区分。长大之后，她们发现只要互换装扮，就没有人能分得清她们，于是她们经常互换身份，来体验对方的学校、人生，甚至男友。直到这一天，妹妹发现这样的生活不是她要的，她想要拥有自己独立的人生。而这一天，她恰好碰见了刚搬进小镇的杰克，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这天，妹妹和杰克准备在教堂私定终身时，突然这里就燃起了熊熊大火，混乱中两人成功逃离，可大火却导致教堂楼上的流浪汉被当场烧死。那天之后，杰克就再也没有了消息，人们纷纷怀疑是他放了那场火，而只有妹妹知道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才选择的离开。多年以后，姐姐如愿以偿的嫁给了马特，过上了幸福无比的生活。巨大的落差感让妹妹变得叛逆，于是她选择离开小镇，前去洛杉矶打拼。但这并不能治好她的心结，妹妹总感觉自己活在姐姐的阴影之下。直到心理医生查理出现，他帮助妹妹走出心结，还鼓励她将双胞胎的经历写成小说。最后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妹妹也和查理顺理成章的走到了一起。眼看着日子好转，姐妹俩更是同时怀孕，双喜临门。可没想到妹妹的孩子最后流产，而姐姐生完孩子后也得了产后抑郁症。这天在树林里，姐姐提出她们可以像从前一样交换彼此的人生，一来妹妹可以体验到为人母的快乐，姐姐也不需要再为产后抑郁而烦恼。就这样，两人约定每年的生
日就交换一次身份。一开始他们都像获得了新生，可时间久了，问题逐渐开始暴露。姐姐对两段人生的控制欲都越来越强，甚至没有经过妹妹同意，就和出版社说要将她流产的经历出版成册。不仅如此，洛杉矶的豪宅还被姐姐装上了摄像头。直到此刻，妹妹才发现她并没有和姐姐共享人生，而是被姐姐夺走了人生。妹妹想要逃离这种生活，却无奈一直找不到方法。而这一天，她在小镇扮演姐姐的时候，重逢了当年的爱人杰克。她将自己和姐姐互换身份的秘密告诉了他。当问到当年他为什么离开时，杰克却回答说是因为他的姐姐。原来那时姐姐找到杰克，说只要他离开小镇，就可以保护妹妹不受警方调查。杰克只好独自担下这莫须有的罪名离开。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姐姐骗他这么做只是因为嫉妒他们。妹妹不禁怀疑那年的火灾和姐姐有关，结果调查之后发现纵火的人果然是姐姐，因为火灾现场的证物中出现了姐姐手链的碎片。于是一场报复加逃亡计划在妹妹心里展开。她偷走了一匹价值7万的马，布置好一系列线索，准备引导姐姐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份中选一个。可当她走出瀑布，却发现那匹马摔残了。无奈妹妹只好一枪把马射死，并取走了她身上的身份芯片。而当妹妹回到小木屋，发现男友杰克正和姐姐待在一起，没办法，她只好先躲进奶奶家。等到杰克来到这里和她会面私奔时，妹妹却发现护照被姐姐拿走了。于是生日宴上，妹妹现身威胁姐姐要拿回护照。可当妹妹晚上回到小木屋，却发现杰克腹部中刀，正倒地不起。妹妹立马将他扛上车送往医院。一路上，杰克告诉她是姐姐下的手，杰克还劝告她无论如何要摆脱这个女人。说完这两句话，杰克便断了气。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妹妹将货车点燃，离开了现场。为了报仇，妹妹精心计划让姐姐进了警局。可正当她洋洋得意时，警察也把她抓进了审讯室。原来姐姐诬陷妹妹，说她是25年前教堂纵火案的凶手。这下警长一头雾水，这对姐妹花为什么要互掐？而当警方收集了杰克死亡现场的指纹，他们发现小木屋里竟然同时出现了姐妹2个人的指纹。警长不禁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共享这个男友。再这样下去，两人都有可能要进监狱。妹妹只好将两人互换身份的秘密说了出来。警长一开始还不相信，直到妹妹将自己的头发撩到一边，然后露出和姐姐一模一样的神情语气，警长这才相信了她所说的话。由于案情过于复杂，再加上其中掺杂了人为制造的假线索，警长只好先将他们暂时释放。而当妹妹回到家，却发现父亲病发瘫倒在地上。在他临终之前，父亲向他深深的道歉。他说当年不应该让他看到那件事，以至于毁掉了他的人生。可妹妹根本不知道父亲在说些什么。等姐姐赶到这里时，父亲已经断了气。这一下妹妹彻底崩溃了，她掏出手枪对准姐姐，认为这一切都是姐姐导致的。没想到姐姐扑了上来，两人便扭打在一起。混乱中，小屋被点燃，姐妹俩纷纷骑马逃离。最终妹妹被姐姐逼到了瀑布旁边。姐姐终于在这里说出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心结。她之所以会认为做一切都是在保护妹妹，是因为她小时候曾亲眼看见父亲把母亲淹死在了浴缸里。妹妹这才明白，原来父亲当时把姐姐认错成了妹妹，所以才在临死前向自己道歉。而那件事的真相是妈妈已经被病痛折磨得不行，她是和父亲一起约定好才做了这个决定。影响姐妹俩一生的答案终于被揭开，可妹妹还是选择逃离这样的局面，她头也不回的就直接跳下了瀑布。此时的小屋已经被烧成了灰烬。警长在现场发现了一个手链，经过和25年前线索的比对，警长终于知道纵火案是姐姐犯的。可此时的姐姐早就已经拿着妹妹的护照逃往了外国。多年以后，妹妹的老公查理将双胞胎的故事出版成册。发布会现场，一个神秘女人提问，跳下瀑布后妹妹的尸体有没有被找到？查理如实的说并没有找到。可他一抬头却发现女人已经消失不见。而当他再次回到豪宅，女人竟然已经来到了他的家里。查理非常好奇的问她到底是姐姐还是妹妹，而女人的回答却是她也不知道。